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没能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三星 S21全系的体验，确实挺重的，这么多。但是咱们这次追求一个全面啊，这次信息泄露的是非常早，网上早就七七八八的全部都出来了。这次 S21全系表现怎么样？它还能不能被称为安卓机皇呢？不过那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。谁说买二手没保障？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，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国行正品，价格公道，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。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。时隔半年，我又来到了这间神秘的会议室，里边什么都有。咱们先来聊一下中杯 S21。去年 S20全系发布的时候啊，当时并没有觉得，但是上市了之后，反而是最小号的那个中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，因为当时手感实在是太好了，太轻薄了。这次全系列的 S21呢，后背上 IDE 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把这个摄像模组和中框呢做了一个融合，你感觉好像它是一个模组啊，然后好像是一个切角的这种感觉。这次的 S21重量方面呢，也是达到了171克，非常的轻，然后它的厚度方面7.9毫米，拿在手里面第一感觉就是手感真他妈爽。后背板呢，这个官方有一个专属的名称啊，但是这个俗称就是塑料灭霸色啊，这个大家俗称啊，这个紫色和金色这么一个结合，这个手机直接放在桌子上的时候，你是几乎感受不出来这是一个塑料背板的一个手机。在玩塑料这件事上，业界早有定论啊，三星敢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但是这个黑色和白色看起来就要明显一些，尤其是这个黑色和 S21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感觉这是一个灰色的，但是中框和镜头模组上它也是金属的。国行方面全是骁龙888，韩版的话呢是2100 Exynos 啊，那个处理器其实我还挺好奇的，后面可以买一个特殊的版本，然后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啊。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国行为主，因为这一次价格并不是太便宜啊。S21啊，也就是它的中杯啊，就在6000元档位段啊。这台最小号的中杯它是没有 UWB 的。去年 S20全系啊，这个最值得购买的，性价比可以说是最高的这个机型就是 S20的 Plus， 这次它的迭代版本 S21 Plus， 出的这个银色版本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之前的时候，这个比如说 Note 20那个什么莫奈彩那个太过了啊，这个有点跑马灯或者说杀马特那种感觉，但是这个要明显克制了很多。在大小上呢6.7英寸，然后这个小号呢是6.2英寸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尺寸握持。除了大小、机身后背的材质还有 UWB 之外，其他参数方面，这两台机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比如说镜头模组方面，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啊。他们主摄1200万，然后是6400万的这个长焦，可以实现3倍的这个变焦。S21 Plus 呢，它的重量呢是突破了200，这个对于国产品牌那些机器来说啊，已经控制的算是非常不错的了，因为它这个电池达到了4800毫安时，这个最小号的 S21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。其实这次呢，在镜头方面啊，我挺不解的一件事就是 S21 Plus 啊，应该是大杯了嘛，对吧？但是在镜头方面，它并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改进，可以说是跟前代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S21 Plus 呢，前后都是最新的康宁这个 Victus 的这个玻璃啊，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啊，比如说小米11上的啊，那个就是 Victus 玻璃。我们打到一个浅色界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边框控制的非常的好啊，它四边并没有像 iPhone 那样做成等宽，但是确实已经非常非常窄了。这个下巴呢，稍微的宽那么一点点，直屏连 2.5D 都没有了啊！三星把其他厂商全部带的玩什么曲面屏啊，玩什么瀑布屏啊，现在自己回来了啊！不过它边缘的部分也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弧面，这个改善了你划过边缘的手感。最小号的 S21还好啊，但是这个大杯 S21 Plus 它这个后背板和中框过渡的部分，也就是后面这里啊，稍微有一点荡手，它形成了一个坎儿在这里。黑色这次其实是一个非常酷的颜色，它黑的真的非常的彻底，非常非常的黑，反正就是特别特别黑。你就看起来哇，怎么这么黑？其实它有一点点容易沾染指纹，因为它这个磨砂特别特别的细，你看一点反光都没有。号的这个白色版本颜色我感觉也 OK。本期的重头戏啊，S21 Ultra。这个机器
非常的重啊，达到了228克，达到了8.9毫米，重肯定是非常重。但是这次在机器的配平方面，我觉得改进了一些，相对于去年的这个 Ultra 这个坠头的这个感觉明显要好一些，但是也非常的厚重，尤其是比较凸起的这个镜头这里。问一下大家，这2种镜头模组形式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这个是1，这个是2，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我是非常喜欢那个灰色，我自己都有一台。Ultra 就是 Ultra， 这次 S21上所有的新东西全部都给你加在了这台手机上，比如说最关键的最新1亿像素的这个镜头。HM3啊，现在呢只有这个机器上有。为了照顾 Ultra 这个比较厚重的手感呢，它的这个玻璃呢两侧是微微曲面的啊，就是 2.5D 的那种感觉吧，这样可以在视觉上还有就是手感上稍微有一点减薄。去年我在上手 Ultra 的时候，第一感觉是，它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厚重，是我变大了，还是你变小了呢？但是今年我拿上这个 S21 Ultra 的时候，感觉确实是你变大了。在软件功能上呢，我前期体验的就是这次的相机，可以这么说，它应该是变态稳啊。这次在算法上面应该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精进，这个稳定性确实非常不错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在60倍的时候啊，你看。甚至70倍的时候，这个防抖的效果照之前提升的确实非常多。虽然说这个照片已经非常糊了，因为之前的算法虽然说也可以达到这么高，但是在全手持的情况下，超过50已经基本上没法拍照了，必须得用三脚架。但是这次无论是视频还是拍照，它的防抖算法提升都非常多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是纯靠算法来弥补的啊，它没有什么微云台、各种什么位移式防抖这种加持，纯靠算法。变态稳是这次 S21在相机方面一个比较大的特点。这次这3台机器发布完，我看完他们的价格，还有他们具体参数之后，大家可以把刀法精准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。这次三星通过不同的这个配置、不同的这个小细节，把这3个机器划分成了非常明显的3个档位。S21最小的这个入门，它是塑料这个背板，而且没有 UWB。S21 Plus 这边相对来说均衡一些，但是它又没有最关键的这个影像提升 HM3。在屏幕方面，中杯和大杯2个都是 1080P 的120赫兹。而 Ultra 这边啊，这个就是最顶的了，它什么都有。屏幕方面，它可以说是目前最顶级的2K 加上120赫兹的 LTPO 自适应刷新率的这个屏幕啊。你需要更低的时候，我就低一些，更省电。如果是你需要打游戏更高的时候，那我就自动给你调到最高 LTPO 自适应啊。这个是非常强的一块屏幕，你也可以说它是最强。2K 加上120赫兹可以同开的啊。在购买 S21全系列手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配置，因为这次的配置单非常的复杂，中杯和大杯、大杯和超大杯都有区别。去年我们说 S20是权衡下来最值得购买的手机，因为在重量、手感还有就是配置方面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。但是在今年体验完了之后，我觉得大家还是买 Ultra 吧，如果你喜欢三星的手机的话啊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上面，它是一个微缝听筒的这么一个设计啊。在价格方面，他们3台机器也是拉开了非常明显的档位，6000元档位、8000元档位，还有10,000元档位。今年 S21系列所有的重点都在这一台 Ultra 上面啊。如果你要是关注想买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入手这一台，它价格当然确实也是最贵的啊。另外这次呢 Ultra 这边是支持笔了，这个笔呢不是那个带电的啊，它是另外就放在那个保护壳里的这样的一支笔。我觉得用笔的话还是 Note 系列吧，因为插进去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，这个方便携带，要不然那壳子增加重量，要不然那笔真的还是挺容易丢的。在全系列的颜色选择上呢，银色确实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这次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黑色，它真的黑的非常的彻底。紫色这边呢确实就非常挑人了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女性。这次在包装方面啊，它是没有充电器的，但是它给你的数据线三星在环保方面还是不行，这个做的不够彻底。这次的这个 Buds Pro 这款耳机也是带这种紫色小盒子的啊。这个耳机呢，它是支持主动降噪，而且呢，它是有空间音频的。这款耳机的售价呢也是在1200元这个档位，但是它单耳的重量呢要稍微的重一些啊，到了6点几克的一个重量啊。这个单次呢也是5个小时的这个续航，如果开启降噪的话，如果你不开启降噪呢，可以达到8个小时的续航。这个也只能去线下体验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我觉得它这个降噪效果还 OK， 但是可能照 AirPods Pro 稍微差一点啊。
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。在今年整个的产品和市场层面呢，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，三星要把这3台产品呢划分更加清晰的这个分级。还有就是 Ultra 这边呢，我之前也讲过，这个他们的大号与大号之间呢会相互的融合啊，这台机器真的是非常的对料啊。这个重量就说明了一切，5000毫安时的这个电池。后期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把 S21的全系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里面，它的续航怎么样？尤其是 Ultra， 我还是比较期待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不关注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神秘的会议室，哎，好想把所有产品都带走。